2026年2月，众议院选举，自民党单独拿下316席，超2/3席位，媒体称之为建党以来最具象征意义的单党胜利。上一次这样的压倒性胜利发生在1942年，那个人叫东条英机。导弹落海后，日本波澜不惊，安保文件照常推进，新一年防卫预算9万亿日元，连续第14年刷新战后最高。这是世界第4大经济体，它和中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。它的繁荣建立在开放、贸易、和平的周边之上，现在却要亲手推翻它。上一次整个国家押上军事这条路，2座城市被原子弹夷平，几百万人死于战火和饥饿。战争结束了，超过600万日本人从曾经占领的土地上渡海回来。1946年8月，一艘遣返船在浦贺港靠岸，带回7000个无人认领的骨灰盒。一个叫渡边千鹤子的7岁女孩从满洲回来。你爸爸死在哪？奉天。妈妈呢？葫芦岛。妹妹贞子呢？佐世保。那个骨灰盒上只有一个界名，他分不清里面盛的是父亲、母亲还是妹妹，又或者3个人的掺在一起。战后的饥饿和飞涨的物价持续了好些年，比战争本身还要长。军队战略物资的流失开始于天皇宣布投降的前一天。投降前夜，内阁下令把军用物资分发出去。天皇在广播里要求全国忍受难以忍受的一切时，一批最有权势的人正忙着搬空军需仓库，把钱付给亲信，烧掉文件。帝国的陆海军约70%库存，在最初的混乱里被抢空。一位大藏大臣在国会作证，价值1000亿日元的物资，没有人知道到哪去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每年100多万人被送上审判席，罪名是为了填饱肚子的小偷小摸。底层因一口吃的被审判，搬空国家的人却发了财。出版像小川菊松和所有人一样流泪听着投降广播，手上赶着一本小册子，教日本人怎么说英语。第1页第1句是 Thank you， 半年卖了350万册。投降的眼泪还没干，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学着对征服者说谢谢了。战争时，男孩们头扎束带，手持木枪冲向罗斯福、丘吉尔。战后最流行的3个：黑市游戏、攀攀游戏、民主游戏。黑市游戏模仿黑市，民主游戏举止旗模仿示威。攀攀是当时对做美军生意的街头妓女的称呼。孩子们模仿的是他们每天看到的大人。这个国家接受这一切时是平静的，没有多少屈辱的反抗，没有多少痛苦的挣扎。他很快的、顺从的转过身，朝新方向走了过去。80年后，他重新拿起武器，一步不停。为什么？天皇宣布投降3天后，日本政府做了一个决定，为即将登陆的美军准备女人。8月18日，内务省给全国警察发密电，设立慰安设施。这不是私下勾当，是政府亲手组织的。他怎么就料到美军来了会需要这个？因为他太清楚自己的军队在别的国家做过一模一样的事。他记得南京，正因为记得，所以知道占领者会做什么，于是抢在前面替美军安排好。真为一件事悔过的人，会在3天后如此熟练的再安排一遍吗？他记得自己做过什么，但记得的不是我们犯下的罪，而是我们干过，所以我们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一件本该是最深的罪的事，变成一条可以拿来用的经验，在他们眼里。19世纪中叶，西方炮舰开到东方，日本被强行撬开国门，签下不平等条约。他站在屈辱的位置上，从那一刻起，他心里只有一个渴望：脱亚入欧。1895甲午年，
打败统治东亚2000年的中华帝国，赔款金建立起了金本位，扩军办工业。1905年日俄战争，成为近代第一个在战场上打败西方列强的东方国家。战后，欧美立刻将驻东京公使馆升为大使馆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不流血就坐上战胜国的桌子。50年3场仗，一个被列强按在脚下的岛国跨进了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。于是，那第4场战争——二战的失败，在他看来不是这条路走错了，只是这一战没打好。在他的眼中，战争从来不是罪，它是一把用来开启宝藏的钥匙。战争结束时，苏联、英国、澳大利亚提交的战犯名单，名单排第一的都是同一人——天皇裕仁。按宪法，天皇总揽统治权，宣战诏书以他名义颁布，士兵赴死喊的是他的名字。华盛顿要求麦克阿瑟调查天皇战争责任，他拖了3个月，1946年1月底才回复，没有证据。1947年底，东条英机作证，没有任何政策能违背天皇的意志推行。这句话把天皇拉回责任中心，检方当场终止作证，带他回去。几天后，他回到法庭，撤回了这句话。投降当天，外相重光葵秘密会见麦克阿瑟，主动提出3条：天皇无罪，罪责由军队承担，日本政府间接统治。就有官僚警告东条别牵连天皇。朝押监狱的甲级战犯一个接一个宣誓保住君主，胜利者不想深究，战败者拼命维护，两只手一起把天皇往被告席外推。麦克阿瑟安排天皇全国巡游，把昨天的神改造成他用得上的人。这个刚打败日本的将军并不急着惩罚他，更像着了迷，想亲手把这个国家重新捏一遍。最终，最高责任者被抬下被告席。如果那个以天皇名义宣战，让千万人赴死的人是清白的，那么这场战争在逻辑上就不可能是从根上错的。天皇无罪，战争就无罪。东京审判只审了20几个甲级战犯，等于向所有其他人发出一张无罪证明。那几个被送上绞刑架的人，与其说是元凶，不如说是被挑出来的替身，用他们的死赎买了1亿人的清白。这不是清算，是赦免。同一时期，地球另一边有一场审判，给了完全不同答案。纽伦堡，盟军立下原则，官方身份不能免责，哪怕你是元首。纳粹领导集团被整个判定为犯罪组织，不是几个坏人的罪，是整个体制的罪。为什么同套原则在德国用到极致，在日本却网开一面？一个直接原因，德国被4国分战，谁也不能独自放过谁。日本只有美国一家说了算，法庭怎么组，名单列谁，全由麦克阿瑟一人定夺。但还有更深一层的心态，对德国，美国是审判一个走上邪路的兄弟，必须彻底忏悔。日本不一样，它是遥远陌生的东方国家，是一个需要被文明人教化的学生。罪人必须认罪，学生只需要听话。一个民族会不会反省，靠的不是良心，是他有没有被逼着把罪看清楚。德国的罪摊在阳光下，日本的罪锁进了保险柜，那条路，那笔账被完好的保存下来。忏悔从来不是靠良心，是靠清算。1946年，盟军拟过清洗计划，名单20多万人，后来没真正执行。关起来的战犯一批批放出来，到1958年全部获赦。一些人重新做了政府要员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出现了。法西斯是死掉的威胁，共产主义正崛起。它能从一个国家内部长出来，从工厂、大学、殖民地里长出来。面对这个更大的敌人，那个已跪下的敌人的旧账被划掉。731部队，那支在中国用活人做细菌和人体实验的部队，美国用一纸豁免换取实验数据，连这样的罪，为了一个更大的敌人都被一笔勾销。战胜国本握着让他彻底认罪的全部权利，但苏联很快成了要防的敌人。中国正陷在内战和巨变里，
每一步背后都有一个当时看起来足够充分的现实理由。清算就这样轻轻落下，胜利者递过来一个台阶，战败者顺势就下。军备压到最低，安全交给美国，力气全压在经济上。轻装上阵，把过去连同军队一起放下，只顾往前跑。但一个国家不能只靠放下活着，留下的空位置总得有个说法，我们到底是谁？经历的那一切算什么？但填进去的不是我们做错了，是另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。1945年8月，2颗原子弹落在广岛和长崎，10几万人在一瞬间化为灰烬。这场爆炸给了这个国家非常需要的东西，一个身份，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攻击过的国家。从此世界谈起那场战争，日本可以谈的是广岛，是他承受的苦，失去的人，废墟上的重建。他不必再谈南京、马尼拉，他的军队对整个亚洲做过什么。他记得自己怎样被炸，他不必再记得自己炸过谁。加害者的那笔账，被受害者的苦一笔勾销了。一个曾经的加害者，把自己重新讲成了受害者。天皇清白，战争正当，罪只属于那几个被吊死的人，而我们是承受了原子弹的无辜者。吉田压下的那一注赢了，日本从废墟变成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按理说到这一步，想被世界承认的渴望该满足了，全世界都在学他，羡慕他。可就在最风光时，他看清一件过去顾不上看的事。他有钱了，却发现自己不完整。80年代，中曾跟康弘提出给战后做一次总决算，日本不能只当经济大国，还要当政治大国。钱越多，那个缺口越刺眼。1993年，小泽一郎提出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，摆脱战败国身份，拿回正常国家该有的一切。在他最富有、最不需要打仗的年代，那个念头一天都没停过。1990年，泡沫破了，日经从接近4万点一路崩塌，然后是漫长看不到头的停滞。失去的30年，日本经济年均增速只有 0.7%， 同期旁边的中国是 9.3%。全球市值最高的50家里，从占32家，到2018只剩1家。2010年，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过，退居第3，后来又被德国超过，退到第4。当经济大国这个身份撑不住时，那个更古老的渴望就钻了出来。而他记忆里关于如何成为强国的答案只有一个：那3场仗。恰巧他又遇到一个恰当的时机，美国需要日本站到前线去，开始催促他多花钱、多担责，把军费提上去。一个想站起来的人，终于没人再按着他了。他重新站到了100多年前他站过的那个路口。他的国库背着相当于经济总量2倍还多的债，军费每往上挪一步，挤掉的都是养老、医疗和普通人的饭碗。他的人口在老去，年轻人越来越少。而他最大的依靠美国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，要他多花钱站到最前线。可当他真的强硬起来，美国又转身让他自己冷静。这只手随时可能抽走，这些他未必不知道，但他还是一步都没停，因为有一样东西比所有这些算计都更古老、更深。从西方炮舰第一次撬开他国门那天起，这个国家最深的渴望就是被这个世界承认为一个真正的强国。这个渴望被3场胜利喂大过，也被1场惨败打断过。几十年的繁荣掩盖过它，它可以被压下去，但从不曾真正离开。他再次走到了那张熟悉的赌桌前。80年前，他在这张桌上输光了一切，也造成了深重的灾难。他想的从来不是我根本不该坐上来，而是这一次我该怎么打才能赢。一个从不问该不该赌的人不会离开牌桌，可这一次牌桌变了。